2023年6月，号称经济学洼地的土耳其终于迎来转机，家人们，它加息了。相比美国10次才加500点的小加子期，土耳其给世界来了一点小小的加息震撼，一口气加了650点，这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但在土耳其又特别正常。大家好，我是祝大家天天开心的星辰。土耳其，一个在中文网与哈士奇并列的国家，一个横眉冷对五常的神奇大拿，但它的另一大特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整活保质期特别长。带着利比亚横跳的卡扎菲快高中了，指点美苏的几内亚也泯然众人了，但土耳其却一代更比一代强，在21世纪干出了打俄国飞机、喷美国总统、拦航母敲诈中国、拿难民要挟欧盟，主打一个平等招惹在座所有人，请各位提前把离谱打在弹幕上。更让人暖心的是，这地儿还诞生了介于西方神学和东方玄学之间的土耳其经济大法，降息抗通胀，使劲骂甲方，要问钱哪来？白嫖世界盲。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转发加3连，这就是经济学，听艾苏丹说。提到土耳其经济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土耳其烤肉、Steam 半价区，还是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烧法国的国旗？众所周知，江湖上土耳其有个混号，外交界的卡大佐。其实啊，你也可以叫他金融界的意大利，主打灵活。一战后，奥斯曼碎了一地，此时这点可谓家里一堆废墟，心里十分憋屈，百姓相当拮据，国库完全空虚。为了发展经济，土耳其一咬牙一跺脚，卖给美国99年铁路港口建设权，让土法英合资银行发行货币。1928年还爽快应下奥斯曼帝国的8600万债务。不巧的是，第2年金融危机爆发，还没开赚呢，先道歉了一笔。30年代，凯末尔号召学习高歌猛进的苏联，大搞工业化、国有化，将外资工厂通通赎回。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下，土耳其工业增长率一度比肩苏联、德国。然后二战如期而至，虽然人保持中立，但客户没了呀。二战后，为了搭上马歇尔计划的快车，土耳其继续转向自由贸易，在美国指导下确定了外资利润随意兑换输往国外法令，效果非常显著，每年超2000万里拉如潮水般涌入。可惜的是啊，选了自由的命，也得了自由的病。盲目自由化导致产品积压，货币贬值，土耳其又一不小心欠了50亿里拉外债。在50年代末，成功复刻了一波1928美国经济大萧条。经过一系列胜败的循环后，土耳其终于悟了，美苏结合，优势在我，搞混合制。这次倒霉自己崩，剧本大家都猜到了，碰上70年代石油危机，完美避开富油区的土耳其惨遭精准暴击。为了抑制通胀，土耳其遵照祖宗之法加息。1981年将银行年利率调为50%，到90年代最高调到87%。你问哪来的钱兑现呢？外事不绝借欧洲，内事不绝问印钞，同时还让里拉外币自由兑换。眼看国企干吃不拉，干脆大甩卖。如此友好的政策赢得了世界一片叫好。欧洲的债主们不光同意延缓还钱期限，甚至大方的给了新贷款。趁着这股话劲儿，外资再次入场抄底，危机就这么解决了。靠着庞大的外资，土耳其一手抓工业，一手推出口，经济再次腾飞。1981年人均 GDP 1540美元，到1998年就突破4400美元，还当选欧盟候选国之一。当然了，拿着砒霜治感冒，指定没啥好果子吃。到1999年，闷声欠大债的土耳其累计欠了1100亿美刀，但币总是要还的嘛。由于外债飙升，外汇见底，外加年年赤字，土耳其成功打破经济危机周期率，3年2次经济危机，通货膨胀率最高超100%，同时银行利率高达100%。里拉对美元汇率从1998年的20万比1自由落体到165万比1。1963年1里拉能买104公斤面包，到1991年1里拉只能买1盒火柴。到2001年，里拉纸币的面值最低50万，最高2000万。
硬币好点，最大面额才50万，被称为世界最不值钱货币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好奇啊，为什么土耳其经济总是那么糟糕啊？因为从50年代开始啊，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应对危机，土耳其都是两手绝招：一是使劲印，看我印钱快还是你贬值快；二是不断借新债还旧债。但土耳其的工业又属于中东买石油，非洲买矿产，欧美买机械，自己焊钢板，本质上是个基础加工工厂，只能赚点窝囊费。正准备产业升级呢，又遭遇东方神秘力量崛起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2002年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着110亿美元的援助大礼包驾临，条件是土耳其必须加大私有化。面对立刻玩还是撑几年再玩完的两难，土耳其坚定地表示：其实他的经济没啥大问题，无非是赚的钱不够还而已。被狠狠奶了一口后，他又醒了。同年，经济魔法师、金融巫术大主教、货币宪法咏唱者埃尔多安闪亮登场，土耳其的又一个黄金10年开始了。2003年，土耳其启动全面私有化，管他什么工业、能源、通信、水电、银行、港口、公路基建，只要不赚钱，全他娘卖了。此时，埃苏丹倒没啥新意，好在执行非常给力。不到5年，293家国营企业、103个研究所、8条公司、6个港口、2座跨海大桥，全部卖了吃席。靠着国企打折促销一条龙，吸引了大笔外资来此共襄盛举。2003年，土耳其 GDP 逆转颓势，达到3146亿美元，比上年猛增30%。自此 GDP 增长率一路狂飙，最高超过9%。为表新朝雅正，埃苏丹看了眼常年霸占厕所的旧里拉，果断决定给他抹几个零。2005年发行新钞，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。靠着大刀阔斧，土耳其通胀居然逐年下降，最后神奇的控制在个位数。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又来了。不过相比于一众被踹到下水道的同行，虽然土耳其也因为全球萧条导致出口经济比较艰难，但不就是钱吗？继续卖呀！接着2011年，土耳其甩卖了431亿美元的国资，收获324亿现金，并于2011年迅速启动了新一轮私有化进程，同年引进外资飙到161亿。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，埃苏丹再次掏出3板斧：印钞机、借外债、旅游业。由于地处亚欧十字路口，加上抢着认祖，土耳其叫声棒，半个亚欧大陆都得侧目，这是利好旅游和炒房啊！于是大建房，大搞基建。听到这里，弹幕里肯定不少人在刷一样的呀，熟悉配方。问题是我们的基建降低了运输成本，反哺了制造业，建成完整产业链，能不断赚外汇。土耳其呢，依旧是基础制造业以及物理意义上的炒房。在土耳其盖房，不管违建还是偷工减料，只要交钱，立刻特赦发房产证。据路边社报道，2018年土耳其近1300万建筑物中，超过一半是违建，而2023年地震最严重的南部灾区，就7.5万建筑是违建特赦而来，比豆腐渣还豆腐渣。当然了，路易15有云：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，先顾好当前。靠着借钱搞发展，赚钱不够还，继续借，继续发展，继续还的套娃式经济。2011年，土耳其 GDP 增长率高达11.2%，被日本经济学人评为与越南、印尼、南非、阿根廷并列的展望5国之首。2013年，人均 GDP 超1.2万美元，离发达国家仅一步之遥。在埃苏丹看来，重铸奥斯曼的荣光就指日可待。但此时的土耳其有几个小问题，比如该卖的都卖差不多了，再比如外债破1000亿，甚至身为出口国，外贸赤字超1000亿。很快啊，意外发生了。2015年11月，一架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土耳其打了下来，理由是侵犯土耳其领空。这种人狠话不多的做法，立即招致俄罗斯贸易禁运，取消赴土旅行团。2016年，土耳其发生政变，虽然埃苏丹化身厕所战神，呼吁支持者走上街头暴打政变分子，成功平息叛乱，但事后查明跟美国有关。然后埃苏丹切换为反美斗士，以间谍罪将逮捕美国传教士布伦森。美土关系恶化，土耳其迅速向俄罗斯道歉。此时，土耳其正在和美国洽谈采购防空导弹。土耳其提了几个小要求，比如美国提供贷款方便付钱，要求技术转让。此等白嫖话术立即被美国严词拒绝。埃苏丹没有半分客气，转身下单了俄罗斯的 S-400。一个北约国家用俄罗斯导弹，自然要让毛子调试，这比懂王脱光了给普大帝开眼还难看。美国多次威胁制裁无果后，直接将土耳其踢出 F-35的军售名单。埃苏丹回应是美方反对无关紧要，不卖 F-35，我找你买 F-16。同时还威胁美国要不卖我就买俄罗斯战机。
更头铁的是，他还对着欧盟上下吐口水。2020年，土耳其以欧盟未能及时支付2016年难民协议资金为由，大手一挥，给小欧整个狠活，开闸。不到1周时间14万滞留在土耳其的难民呈排山倒海之势冲入希腊。焦头烂额的欧盟立刻打款6000万欧，并承诺继续追加难民安置费。但埃苏丹强硬表态，任何人都无权玩弄土耳其的尊严。骗谁呢？不要了。最后在欧盟的千恩万谢下，才勉强收下。2021年，埃苏丹会见欧理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，3个人只准备2把椅子，全程将冯德莱恩晾在一边，给欧盟来了个下马威。并且埃苏丹在出访期间还就克什米尔问题公开支持巴基斯坦，惹得印度抗议。这一套组合拳下，形势一片大好。我说的是土区的死地马。然后该来的终于来了。2018年，土耳其外债超4667亿美元，占 GDP 总额 55%， 是外汇储备的 5.4 倍，超过1800亿在1年内到期。欧洲央行发出违约警告，消息一出，里拉跌出新低。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也添了一把火，宣布因安全威胁关门，并友好提醒来土旅游切记提高安全防范。这无异于是对土耳其旅游业的一记重拳。但埃苏丹一点不慌甚至向美国发起贸易战邀请，号召抵制美国电子产品。感到召唤的董王迅速加入战场，摧毁土耳其经济成了董王的推特口头禅，还诞生了金句：如果土耳其做任何以我伟大和无人能及的智慧认为禁止的事，我将摧毁土耳其经济。自家经济不景气，你学法国呀？但埃苏丹偏不，外国投资者有美元，土耳其有人民和安拉。眼看土耳其要拳打世界的架势，加上一屁股债没还，各大外资纷纷跑路，里拉汇率迅速蹦极，年初还是 3.8 里拉兑1美元，到年底就得8里拉兑1美元。A 股都没见这架势正常人纷纷把手里的里拉换成美元，土耳其通胀也应声飙到 17.9%， 刷新近15年纪录。正常剧本应该是加息，本币贬值，外汇耗尽，国家破产。IMF 天神降临，用美刀拯救土耳其。贸易协定一签，海量美元汹涌而至，将土耳其一锅端了。一开始的确是这样，利率从 8% 加到了 19%， 通胀倒是控制住了，但眼瞅着外资跑路，外汇见底，埃苏丹选择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：降息。从2021年9月开始，土耳其利率一路从 19% 降回到 8.5%。为了坚定执行，埃苏丹先后罢了3位央行行长。2021年开了财政部长，2022开了统计局长。降息开始后，通胀先是从 20% 左右飙到 85.51%， 创下近24年新高。之后又过山车似的掉到 40% 左右，国际社会一片哗然。好家伙，这是韭菜里面掺钢筋，不讲武德了吧？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，图啥呢？图160吗？首先，加息外资会跑，降息外资还是跑，那我他妈不是白加了？更何况跟土耳其相同境遇的阿根廷、斯里兰卡加息也没解决问题，最终只能是国家破产，被外资抄底。为了不让外资薅本国羊毛，埃苏丹决定我自己薅自己，降息。如果说印度坑外企是关门打狗，土耳其的降息则是过年杀猪。降息的好处简直不要太多，进来的外资以及一步到位，走了血亏，不走或许能回血，属于让肉烂在锅里。而且理论上，只要土耳其制造业还在，工人还在，源源不断的订单就能养活国民。至于里拉贬值，那是利好出口啊。通胀 80%， 不过微微一笑，毕竟80、90年代动辄 50% 通胀存货的经历，给土耳其人攒下了足够的经验。人早就外币里拉双轨制一半国人用的是外币，里拉连乞丐都不抽。当然了，工资还是发里拉，但因为货币贬值，拿到工资立刻扫荡商店，甚至不惜买2手车抗通胀。抛开事实不谈，这不是另类刺激了经济吗？逻辑闭环了，家人们。所谓经济差了会动摇国本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土耳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早润欧洲了，相当于欧洲帮土耳其提高了就业率。至于普通人，那是神的惩罚，阿拉胡阿克班。唯一的漏洞就是进口原料需要大量外汇，里拉贬值则导致进口花费激增。但这是小问题没钱可以借呀。土耳其地理位置太好了，小国要它撑场，大国拉它入怀，人称欧亚交界一枝秀，西亚中东领头羊。2018年，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，卡塔尔当即投资150亿美元，沙特随后也承诺存入土耳其央行50亿。2022年，世界能源危机，土耳其则发现了一块庞大的油气田，俄罗斯
靠着倒腾石油天然气狠狠赚了欧洲一笔。此外，埃苏丹决定，我今儿就是要站着把钱挣了。埃苏丹大手一挥，将购房入籍门槛从100万降到25万美元，一人买房，全家入籍，吸引了俄罗斯、伊朗等国的广泛点赞。同时附带免签，税收减免一条龙，成功让土耳其成了欧洲避税港。就这还愁没刀吗？仅2019年7月，土耳其卖了超10万套房，一大半客户都是老外。埃苏丹含泪再赚一笔。更牛的是，土耳其握有几百万难民，作为控制中东难民进入欧洲的阀门，而他欠债最多的国家分别是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和意大利。这哪是难民呢？分别是挟天子令金库啊！你们要是不管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土耳其崩了，几百万难民冲出去，欧盟也就废了。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欧洲惹不起，汇率自由落体；下联恶心美利坚，通胀一飞冲天。理论上，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外资，埃苏丹经济学就能可持续运转。即使世界经济停滞的2022年，土耳其出口高达2542亿美元 ，GDP 增长率5.6%。但在这些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，遭殃的还是人民。由于里拉暴跌，物价飙升，土耳其人均肉类消耗量从2017年的56公斤下滑到2021年的人均28公斤。注意，这是人均。2023年2月的大地震更是雪上加霜，偷工减料、违章乱建、交钱特赦带来的房地产繁荣，正是这次大地震数万伤亡的帮凶。最终，这次灾难也将土耳其房地产推下了悬崖。2023年6月，大卫得手的埃苏丹开启暴力加息，这是土耳其经济学的终结，还是战略撤退计划的一部分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毕竟，时间是治愈经济的唯一良药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